Hello， 大家好，我是杨杰。1985年11月24日，美国华盛顿邮报的头版赫然出现了一名男子被捕的消息。他被指控在过去30多年里一直向中国传递情报，一夜之间，他成为各大媒体追踪的焦点。他是美国逮捕并定罪的第一个红色中国间谍。他在美国潜伏时间之长，造成的破坏力之严重，可以说是前所未有。那么他是谁？在几十年的时间里，他过着怎样的双面人生？而这样的人生中，又有多少伪装和谎言？让我们把时间拨回到1982年9月的一天，美国联邦调查局中国反情报组组长艾希·史密斯接到同事的一通电话。美国中央情报局刚刚向他们透露了一条重磅消息，他必须马上到联邦调查局总部来一趟。他递给我一张纸，上面最多有5-6行字，大致的意思是说，美国情报界遭到长时间渗透，对方是个和中国合作的人，基本上就只说了这么多，没有透露这个人的族裔、性别，什么都没有。那么中央情报局是怎样发现这个情报漏洞，或者说安全漏洞的呢？通过一位了不起的线人，我给他取了个代号，叫舵手。这位线人是美国中央情报局策反的一名中国情报机构的人员，他的代号舵手。他是那个潜伏在中国内部的人，这个案子能否浮出水面，就取决于他了。不过，由于他的级别有限，他只能向美方提供这名红色间谍的代号，其真实姓名和身份还是扑朔迷离。我们认为他是在美国情报界内部工作，但是这个范围太广了。我们几乎可以肯定他是华裔，不太可能是其他什么人。联邦调查局通过中情局和舵手秘密联络，请他协助调查。他们提问，舵手回答，问题和答案用的都是非常隐晦的语言。1个月的秘密联络，支离破碎的线报，终于联邦调查局拼凑出了这名间谍的一些基本活动。1982年2月6日，他搭乘美国泛美航空公司的班机抵达北京，入住北京前门饭店553号房间。在客房里，他打电话联络了中国公安部外事局副局长朱恩涛。为了安全起见，两人使用英文交谈。在北京期间，公安部举行了一个聘请仪式，他被任命为副局级官员。当天，中国情报界高层悉数出席，还为他举行了一个高规格的晚宴，发给他5万美元奖金。2月27日，此人离开中国返回美国。接下来该如何查出他的身份呢？美国联邦调查局首先想到的突破口是查询泛美航空公司旅客的名单。可是事情远比他们想象的复杂。泛美航空并不保存旅客名单，也没有储存任何电子数据。更蹊跷的是，泛美航空公司在2月6日这一天根本就没有任何抵达北京的班机。史密斯开始怀疑舵手情报的准确性，可是中情局担保舵手非常可靠。在纽约，协助调查的联邦调查局探员在查阅了密密麻麻的航空公司飞行记录后发现，中国民航有一条和泛美航空一模一样的航线，同样是从纽约肯尼迪机场出发，途经旧金山飞抵北京。与此同时，在华盛顿，另一位联邦调查局探员在对中国驻美大使馆的监听记录中发现了一通不同寻常的电话。有一个讲中文的人给大使馆打电话，他说我的飞机晚点了，我只想要有人知道这件事儿。一位普通旅客为什么要将自己航班晚点的消息报告中国大使馆呢？
这位长期从事对中国反间谍调查的探员提高了警觉。经过核实，打电话的那个男子因暴风雪而延误的航班，实际抵达北京的时间正是那家中国民航航班抵达北京的时间。北京的那个舵手搞错了情报，因为泛美航空和中国民航使用的是同一个出闸口。接下来的事情顺利了许多。联邦调查局查阅了2月27日中国民航的返程记录，又请旧金山海关调出当天的入境信息，根据线索一一核对。2月6日抵达中国，2月27日返回美国。华裔，男性，一个名字从重重迷雾中显现出来。金无代，美国公民，61岁。我们给中情局打了电话，问他们，你们有没有一个叫金无代的雇员？他们说没有。我说回去再问他们，你们以前有没有一个叫金无代的雇员？有，他1981年退休了，目前还在以合同工身份工作。金无代退休前是美国中央情报局东亚政策研究室主任。就在退休那一年，1981年7月1日，时任美国中央情报局副局长鲍勃·伊曼还在中情局总部向他颁发了一枚职业情报勋章，表彰他在中情局工作期间尽心尽力，成绩卓著。在受训的2周后，他出现在了香港，与几名中国情报界的高官秘密会晤，并收下了4万美元的酬劳。1983年4月14日，美国外国情报监视法庭授权联邦调查局监听金无代的电话，并且对他的信件、住所及行动进行监控。代号鹰爪行动的调查正式启动。1983年5月底，联邦调查局得知金无代将启程前往香港。我们去法院申请了一张搜查令，想看看他身上是不是带了什么机密情报。在华盛顿市郊的杜勒斯机场，联邦调查局秘密检查了金无代的行李。为了避免他觉察，他们小心翼翼地给每一层行李拍了照，又依据照片将物品原封不动地摆放回去。他们没找到任何机密情报，却在他的行李里发现了北京前门饭店553号房间的钥匙。这是一项意外的发现，却也是一项重大发现，因为这验证了中情局线人舵手提供的一个重要细节。他说，这个人回北京出席宴会的时候，住在前门饭店553号房间。如果说此前联邦调查局还对金无代的间谍身份有些许怀疑的话，此时一切疑云烟消云散。毫无疑问，他就是那个人了。而这恰恰也说明了金无代的一些性格特征。他离开饭店时忘记还房间钥匙，大多数人会把钥匙丢进垃圾桶，但是他一直留着，想着下次去的时候还给他们。联邦调查局发现，金无代频繁地往来于美国与亚洲之间。1983年9月，他再次启程前往香港和澳门。和往常一样，他与一位叫欧启明的中国特工秘密会面。9月13日这一天，他对欧启明说，中情局一位和他关系密切的华裔同事即将来中国，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可以考虑将其策反。金无代告诉欧启明，他还在为美国国家安全局做事，可以查阅那里的机密文件。他把一份材料交给欧启明，称这是根据机密文件整理而成的。事实上，金无代从来没有为国安局工作，那份文件不过是他根据刚刚公开出版的一本描写国安局内幕的书东拼西凑凑出来的。间谍和谎言总是相伴而行，这本不奇怪，只是金无代此时的谎言不是为了骗过自己的对手，而是要骗取自己老板的信任。
和奖金。他努力想显示他在这个领域仍然是不可或缺的。要记住，这个时候他已经不再是中情局雇员，只是一名合同工。他能接触到的机密情报非常有限。1985年2月，他最后一次去了香港，他再次会晤了几名中国高级特工，向他们提供了情报。随着调查的深入，在一年半左右的时间里，我们收集了很多信息，但是证据非常少。我所说的是实物证据，就是那种确凿的可以呈堂的证据。所以事情变得很明了，确保这个案子值得被起诉的唯一可行方法，就是通过一次成功的问讯。联邦调查局在经过2年半的调查之后，决定和金五代来一次面对面的问讯。在维吉尼亚水门公寓，一共有4栋楼，金五代夫妇就住在2号楼。不过他退休以后，在旁边的1号楼又租了一个房间。这样做的原因，一方面可能是因为他当时和妻子的关系不太好，但是也有另外一种猜测，就是这样做更方便他进行间谍活动。1985年11月22日下午4点25分，3名联邦调查局的探员敲响了这间公寓的房门。当时开门的正是金五代本人。前联邦调查局探员马克·强森的证词是这样说的：他的衣着相当考究，穿了一件白衬衫，打了一条领带，深色的西裤，深色鞋袜。我们3人都出示了联邦调查局探员的证件，对他说，我们正在调查一起泄露机密情报的案子，想知道他能否为我们提供一些帮助。他说，当然可以，进来吧。面对3位不速之客，金五代没有表现出慌张，他领着他们在餐桌旁落座。一位探员开门见山地问，在中情局工作期间或退休以后，你有没有和中国情报官员有过任何接触？没有，金五代回答。强森探员掏出朱恩涛的照片问，你认不认识这个人？朱恩涛时任中国公安部外事局副局长。金五代依然否认，不过他迟疑了一下，改口说，等一下，我觉得这个人是中国一家银行的官员，我在北京见过他。探员们决定不再兜圈子了。强森探员掏出一张手写的文件，上面详细记录了金五代1982年2月的那次北京之行。他逐字念完这些记录，然后厉声说，金先生，我们知道你和中国情报官员有联系，我们也知道你为他们工作。金五代问，你们是认真的吗？探员回答，是的，金先生，我们非常认真。真正让他感到不安，令他脸色煞白，身体上出现反应的，是当他们提到欧启明这个名字的时候。探员们对金五代说，我们不仅知道你与欧启明会面，还知道你向他索要15万美元离婚费。我们调查这个案子已经有一段时间了，知道你的非法行径，包括你的加拿大之行。这时金五代之前所有的镇定都无影无踪了。他起身去了趟洗手间，又给自己泡了杯茶。等他再次坐下来的时候，他开口了。1922年8月17日，金五代出生在中国北平一个家境优渥的大宅门里。父亲曾留学法国，回国后在法国人创办的平汉铁路局任处长。金五代为侧室所生，家里兄弟姐妹共5人。1940年，金五代考入燕京大学新闻系。1944年，抗日战争烽烟遍野，金五代在美国驻中国福州联络处谋得了一份秘书兼翻译的差事。根据金五代的问询笔录记载，联络处有位王医生，
他是共产党员，他给我灌输了共产主义理想。那时候，中国很多知识分子都支持共产党。1949年，共产党在中国掌握了政权，我去了上海，在美国领事馆工作。王医生介绍我认识了当地的一名警察，也姓王，也是共产党员。这位王先生鼓励我尽可能地为他提供情报，我同意了。1950年，美国领事馆迁到香港，金五代也一同前往。不久，朝鲜战争爆发，美国和中国都卷入战争。1951年，金五代被美国国务院派往韩国釜山，审问被联合国军抓获的中国战俘。1年后，他回到香港，将战俘营的情况向王先生做了详细汇报。他也因此获得了2000港币的酬劳。在那以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每隔1年，他在香港的银行账户里都会多一笔来自王先生的钱。在朝鲜战争中被俘的2万多名志愿军战俘中，有相当一部分人反对共产党，2/3的人最终前往台湾，另外1/3回到中国大陆。这些人中有一小部分人愿意和美国合作，作为中央情报局的线人，安插在中国大陆。前联邦调查局探员IC史密斯在回忆录内部中写道，在朝鲜战争期间，中情局明显察觉到那些从中国战俘中招募的间谍不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被逮捕。可是从没有人怀疑过这些事件的背后都有同一个人——金五代，那个会讲4种中国方言、总是热情帮助美国同事的宝贵员工。1952年，金五代来到日本冲绳，考取了美国中情局下属的外国广播情报处，工作是监听中国大陆广播，把其中的重要内容译成英文。这是他进入美国情报部门的第一步。不过那时他还只能接触非机密文件。在冲绳期间，王先生把他介绍给一位欧先生，欧启明从此成为金五代的顶头上司。他们的合作关系将贯穿他日后20多年的间谍生涯。1961年，金五代得到了一个去美国的机会，外国广播情报处调他到加州顺塔罗莎分部工作。他把这个消息告诉欧启明，欧启明鼓励他接受这份工作，并指示他将所有美国对华政策的文件汇报给中方。当他看到一份文件，他觉得北京可能会感兴趣的时候，他会把文件藏在外套口袋里或者袖子里面，然后走出办公室，回到家把文件用相机翻拍下来，第2天再把文件放回原处。攒下2卷胶卷之后，他就会和外界联络。想想看，这种手段其实很原始，一点都不周密。上个世纪60年代末，外国广播情报处决定关闭加州办公室，所有工作人员调至华盛顿总部。根据中情局的规定，非美国出生的雇员必须入籍美国满5年后才能在中情局总部工作。1965年规划为美国公民的金五代尚不满足这个条件。本来他已经做了去职的打算，他考取了联合国的翻译，可是由于他业务出色，中情局极力挽留，专门为他把加州办事处又保留了半年，直到他满足了5年时限后才调入总部。这一年，他成为中情局的正式雇员，也获得了接触最高机密的权限。此时的中国正处于文化大革命狂潮中，几乎与外界完全隔绝。金五代的顶头上司欧启明也被关在监狱里。文革结束后的1976年，他与欧启明又恢复了联系。欧启明向他交代了2件事：第一，如果有机会来香港，
事先给香港的罗先生写一封信，或寄一张明信片，有人会在指定日期南下来见他。第二，如果有机密情报要传递，打电话联络加拿大多伦多的李先生。金无代的法庭证词是这样说的：我会找一个付费电话打给李先生，说有一样东西要交给他。在电话里我们只能讲广东话，我要自称是杨先生。我们约定的接头地点是多伦多一个商场的北门。我会买一张当日的往返机票到水牛城，在那里租一辆车去和他接头。李先生中等身材，典型的广东人长相。我们的会面一般是5到10分钟。从1979年前后到1982年，金无代至少4次前往多伦多与李先生接头，将包含机密情报的胶卷交到他手上。这些情报涉及军事、经济、科学、农业，每一批情报都需要2名翻译，花上2个月的时间才能全部译成中文。之后，他们会被呈交中国的最高权力机构中共中央政治局。1985年11月22日晚上10点37分，经过近6个小时的问讯，联邦助理检察官约瑟夫·亚诺里卡授权联邦调查局将金无代正式逮捕。惨遭剁手出卖而被捕的金无代，接下来将面临怎样的命运？中国政府会出面营救他吗？他的离奇死亡是自杀还是他杀？如今他的妻子子女还好吗？是否有受到过任何牵连？由于故事情节比较长，不得不分上下2集。欲知后事如何，请看下集。好了，今天的杨解说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这条影片，请点赞、subscribe、打开小铃铛。这些功能键都是免费的。打开小铃铛以后，你就不会错过我的下一条影片。感谢你的收看，咱们下期再见。